燃灯双目瞪圆，此时当真想直接一盏琉璃灯扔过去，但却明白自己若是出手了，便是中了此贼盗的算计。燃灯道人一口气拿出几件宝物，有一串念珠，一座黄金宝塔，一只莲花蒲团。你可信得？李长寿摇摇头，现如今在洪荒行走，假冒知名高手的成本都如此高了吗？这些法宝竟然都被仿做了出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与燃灯前辈素不相识，他有什么法宝也是一概不知。道友，你若真是那燃灯上人，不如就请天道为证，立个大道誓言自检一番。天道如何不敢立？当下燃灯对着天道立誓，自证我就是我。天道之力降临，并未有什么异样。李长寿见状顿时变了面色，在空中噔噔噔后退几步，额头见汗，双手颤抖，深深地做了一个道揖。呀，人教弟子都有冒犯，不知前辈竟然真的是阐教副教主燃灯前辈，失敬。虽然见李长寿如此惊恐，又听李长寿这般道歉的话语，燃灯却是毫无半分快意，反倒是有一种对方敬畏的只是阐教副教主，而非是他燃灯道人，让他感觉他要是没有了这个头衔就啥也不是。这让燃灯更是憋闷，一口火压在心底，却是骂不出打不得，只能够扭头瞪脸那道童。道童浑身一软，瘫倒在云上，呼吸都停了。前辈恕罪，晚辈这是第一次见前辈的真容，当真是有眼不识真豪杰呀。来，快，前辈里面请。李长寿不等燃灯道人回话，已经是先一步落了下去。燃灯眉头一皱，此时也发觉自己已经处处被这海神牵着鼻子走，一时竟然找不到发难之处，只能够驾云随着落下。若是今日就这般走了，他这面皮也就不必要了。然而刚踏入海神庙的后堂，燃灯就感觉到了一丝丝异象，视线余光瞥向了赵公明与黄龙真人所在的角落。哎呦喂，赵大爷这藏匿的功夫显然是不到家呀，竟然直接暴露了。正此时，一缕道韵显现，在房梁后堂的4个墙角，各自显露出了阴阳双鱼互相追逐的淡淡虚影。海基图威呢？燃灯道人面色一变，看李长寿的目光更显忌惮。怪不得此人能跟西方那边周旋如此之久，果然是太清圣人在打压西方。燃灯道人的心底火气又去了3分，对着李长寿扯出了少许笑意，又见李长寿抬手相请，只是让他坐左侧宾客之位，不由更增几分不满。当下宾主入座，李长寿先是亲手奉茶，又晚一步坐回自己的主位。这是指后辈之礼，与弟子之礼有较大不同。李长寿抢先开口，指着那道童笑道：他当真是前辈的道童？不错。哎呦，还真是聪明可爱，彬彬有礼呀。李长寿顿时笑眯脸，这话说出来也是丝毫不违心。此前来我这儿，我一见他就知是大家子弟。燃灯道人挤出少许难看的笑容。既如此，引导让童儿来请你去玉虚宫一见，海神为何斥责了我这儿童一顿？哎呦，前辈，您怕是误会了什么？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了一只流影球，用仙力递了过去，不经意间显露出了自己的仙力道韵。李长寿道：前辈请看，事情原委就在其中。燃灯道人略微犹豫，并未将这流影球直接捏碎，而是闭目探查其内的讯息。其实燃灯从现身到此时，每做出一个决定，在李长寿的心底就会出现几个选项，
当燃灯做出决定的瞬间，李长寿已经是有了应对之法，且在心底出现了后续给燃灯副教主备下的选项。简而言之，被他李长寿在话理上占据主动，想翻身只能全盘推倒，或者是一巴掌拍死他这句指导人。可惜太极图警告，但燃灯也非是一语之辈，言语之中暗藏讥讽，处处陷阱。片刻后，两人不过是寥寥10数句，却像是过招千百回合，每一句话细品都别有深意，笑声当中藏着的那都是杀人诛心之语。角落中的赵公明与黄龙真人此时也是听得一阵皱眉。黄龙真人还好一些，大概能够体会到李长寿与燃灯道人言语交锋之激烈。再看赵大爷那蓄满着美然的面容之上，分明写着啥玩意儿啊，说的啥呀，那咋整啊，就不能撸起袖子直接义薄云天一把呀，这之类的。不多时，李长寿与燃灯已经是接过前事，开始商谈龙族之事。李长寿先是一句，前辈说为龙族之事而来，莫非是龙族之中有前辈的什么亲戚？燃灯道人淡然道，自然不是，贫道是为西方而来。哦，原来前辈是在西方教有亲戚。亲戚二字当真有些失妥，贫道只是交友广了些，欠了一些人情，如今趁此事还上罢了。道友可否看在我禅教的面皮上，在龙族之事上让一些好处给西方？李长寿眨了眨眼，笑道，前辈，晚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有疑问想问前辈。但讲无妨。前辈到底是以自身之立场，为还西方教某位前辈高人的人情来找晚辈商谈此事，还是以阐教副教主的身份命晚辈给西方让利？燃灯道人眉目一凝，却不正面回答，只是道，道友是不肯答应的意思了。晚辈还未回答，要看前辈的意思才能给前辈答复。晚辈是道门弟子，若前辈以阐教副教主之身份下令，晚辈自然受领。但是前辈，晚辈也着实不知该如何对西方教让利。晚辈与龙族交好，这海神教还是龙族出龙出力，帮晚辈一手建立起来的。晚辈之前不忍龙族被算计，故多次暗中出手相助，也是还一些人情罢了。晚辈又是玉帝陛下册封的四海海神，无法眼睁睁看着四海生灵涂炭，故几次阻止了西方对龙族下杀手。若前辈以灵鹫山圆觉洞之修道高人的身份找晚辈商谈此事，那晚辈当真要提醒前辈一句，龙族是远古遗族，若归顺于天庭，对天庭大有裨益。天庭乃道门3位圣人老爷所立，更是道祖钦点执掌3界的神权之所在。其他先不提，前辈身为阐教副教主，却帮外教来折损天庭，折损道门之力，这恐怕有些说不过去呀。若做得不正，行又如何能端？屁股决定高度啊，前辈。燃灯的双眼微微眯起，突然对李长寿一笑，叹道，是贫道此切思虑不周，多有得罪。言罢，燃灯道人直接站起身来，脚下生出一朵白云，将那童子也随手带上。今日与道友相谈甚欢，大受裨益，咱们改日再谈。我送前辈。不必。跑的倒是挺快。这位燃灯道人本身极难对付，我点到了有关叛教2字的边缘。燃灯立刻赔礼告退，
虽然侧面表明他心底确实有鬼，但是我抓不到半点把柄。莫非燃灯投靠阐教，本就是多年前的一场算计？燃灯道人本就是西方教那边的棋子吗？李长寿站在后堂门口，仔细思索了一阵，待燃灯走后，掌心甩出了一口三昧真言，将燃灯坐过的椅子燃掉，又在燃灯刚刚站立之处，朝着地面甩出浮尘，将隐藏在地下的一缕气息直接击散。而后房梁上的太极图缓缓现身，一抹道韵在各处流转，似乎在帮李长寿检查是否有问题。等太极图隐退，李长寿才道了一句：老哥，真人可以出来了。墙角水波晃动，神情复杂的黄龙真人慢慢显露踪迹，赵公明却是不见踪影。李长寿眨了眨眼，公明前辈呢？他气不过，这碰去了。黄龙真人老老实实的点了一下头。李长寿禁不住呻吟一声，抬手揉了揉眉心。人未至，声先到。公明大笑，分外妖娆。愁眉展，兴不高，长寿相迎，略显苦恼。海神庙后堂，黄龙真人与赵公明携手而来。李长寿的指导人连忙向前问赵公明与黄龙真人情况如何了。赵大爷这么碰下去真不是个事儿啊！而且公明老哥之前碰瓷儿都是朝西方用力，西方一直是暗戳戳的挖道门根基，动道门大运，几方大佬去搞他们，暗地里也是合情合理，西方根本不敢把事情给闹大。可是如今呢，赵大爷的碰瓷儿对象换成了阐教副教主，只要燃灯没有公开表示自己脱离阐教，又或者是阐教圣人老爷玉清元始天尊开口将燃灯免去副教主之职，那燃灯终究是阐教之中的重量级大佬，本身就碰不得。故李长寿得知赵公明去半路埋伏，凑巧偶遇，外出招呼，哎呦我去，就连忙让黄龙真人追了上去，带上了自己的一点小意见。还好看此时赵公明面色舒畅，黄龙真人略显尴尬，事情应该没有失控。李长寿仔细的问询，赵公明将自己所碰瓷儿的经过详细说来。赵公明老瓷王了，那业务何其的精熟啊！在黄龙真人赶去之前，赵公明跟此前的从业经历差不多，一躺二炸三私了。唯一让李长寿稍感惊讶的是，赵公明凭自己24颗定海神珠稳稳压了燃灯道人一手，让燃灯道人还未开始斗法就落入了下风，这才是赵大爷敢去碰瓷儿的底气。李长寿为此赞叹不已，并坚定了尽快去搞一点厉害的灵宝来充实自身实力的念头。某人教小法师成金仙前是这样的：大道为我本真，天地为我共鸣，法宝不够，阵法来凑，符箓尽致，迷药毒粉，灭敌扬灰同样顺手，真言烧万物，雷法破邪祟。理论上来讲啊，御敌能占据多大的主动，全看遁法跑得有多快，灵宝法宝都是弟弟。冒风险去搞宝物来护持自身，简直就是逻辑不通的弟弟行为。某人教小法师成金仙后是这样色的：道性提升日渐缓慢，我需要外物来充实我自己。且说正事。赵公明封进乾坤之后，就直接在燃灯面前一躺着要去碧游宫讲理。燃灯道人是眉头紧皱，立刻思索，这是截教的哪般算计啊？根据赵公明的描述来看，燃灯当时眉头一皱的表情足足持续了一炷香，显然在心底已经脑补了一整套阴谋论与洪荒算计学。还好也趁着这个空档，黄龙真人及时赶到了。按照李长寿的叮嘱，黄龙真人暗中传声问了赵公明一句：公明师兄，你用此法对付燃灯副教主，可是想要什么宝物，又或是图他什么神通？
赵公明当时就一阵摇头，传声回道：我就是看他这般目中无人，心向外教有些不忿，给他添堵罢了，不图他什么。当下黄龙真人立刻陈述利害，拿出了李长寿给的行动指南。赵公明很快就嘴角一撇，心底一叹：英雄无用武之地呀。赵公明从躺着的云上爬了起来，笑问燃灯：燃灯师叔，我这一招你可有什么解法？这是赵公明此前用过的套路了，用起来也是颇为的顺畅。燃灯眉头皱得更深了些，遇到赵公明之后第一次开口说话：道友何意？实不相瞒，近些年岁我一直在找寻此法的破解之道，为此已在犀牛贺州探访了不少睿智高人，结果他们都找不出解法，让我甚是失望。今日见燃灯师叔，我知师叔是鼎鼎睿智之人，又被西方教不少高手推崇备至，就直接施展此法，看师叔能否得出一破解之法。如今看来难呐。师叔多有得罪，我这就告辞了。赵公明面露惋惜，收起法宝，驾云朝着西南方向而去。燃灯道人总算是反应了过来，虽然依然是满头雾水，不知道赵公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但还是立刻开口喊道：此法可否再展露一番？我去贫道能想出一二解法。赵公明停下云头，转身笑道：燃灯师叔还是莫要勉强啦，此前你也思索如此之久，破不了此法没事儿，不丢人。西方教那么多圣人弟子也同样解不开。若师叔想领略此法的真谛，还是要去南海找我那海神老弟。实不相瞒，此法便是得罪于我老弟奇思妙想，确实有趣的很呐。告辞。言罢，赵公明拱手告退，驾云飘然而去，心里也是舒坦了一些。燃灯道人也不恼怒，满面含笑，驾云而去，但是眼底的火气一闪而隐。